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二战时德国最坑爹的猪队友到底是谁？估计99%的人会说意大利，因为他的战绩确实过于离谱。打希腊被反推，打北非被吊打，投降比冲锋还熟练，甚至说他是轴心国的吉祥物，都算抬举他了。但说句公道话，意大利再怎么拉胯，顶天了也只是战力不济罢了。就算帮不上忙，但至少没帮什么倒忙。而真正一脚把整个轴心国踹进棺材的，其实是日本。珍珠港事件之前，全世界都知道美国不好惹，就连希特勒也没想着去招惹美国。或者说，只要美国不下场，轴心国这盘棋就还有得下。结果日本自己作死，非要跑去招惹美国，偏偏还真就交出了堪称满分的军事答卷，偷袭珍珠港，亲手给罗斯福送上了一个参战的理由，也亲手给整个轴心国敲响了丧钟。对二战比较了解的人都知道，1941年以前，希特勒的战略布局可以说几乎无懈可击。闪电战横扫波兰，碾碎法国，逼得英国缩在岛上苟延残喘。整个欧洲大陆基本已经被纳粹踩在脚下。在这个时期，希特勒始终恪守一条铁律：不要把美国拖下水。这不是说希特勒胆小，而是轻信。因为希特勒比谁都明白，美国是个工业巨兽。毕竟一战时的教训摆在那里，美国一参战，协约国直接翻盘。这个远在大西洋对岸的工业巨兽，坐拥全球40%的工业产能，钢铁产量比整个轴心国加起来还多，石油储备更是德国的几十倍。所以这种国家，你可以不喜欢它，但你绝对不能把它逼到对面去。而且美国一旦下场，德国就得在对付英国和苏联的同时，再分出精力应付来自大西洋另一头的危机。到时候只会重走一战时的老路，甚至下场会比一战还要惨。而当时的美国是个什么情况呢？孤立主义情绪高涨到了顶点，老百姓压根儿不想打仗，资本家只想着大发战争财。罗斯福虽然心里恨不得立刻参战，但国会不同意，民意不支持，他就是有天大的本事，也找不到一个说得过去的开战借口。说白了，美国这头巨兽正在沉睡，只要没人去捅它，它就会继续睡下去。所以希特勒的如意算盘很简单，趁美国还在犹豫，先把苏联干掉，吃下整个欧亚大陆的资源，等消化完了，美国想来也晚了。这个战略有没有问题？有，但至少逻辑是自洽的。只要美国不下场，时间就站在轴心国这边。可就在这个最关键的时间窗口，日本动手了。1941年12月7日，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，炸沉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大半主力。单纯从军事角度看，这场袭击堪称教科书级别，不管是时机还是战术，几乎挑不出毛病。山本五十六也的确是个军事天才，但问题就出在这儿，战术上的满分恰恰铸成了战略上的0分。日本炸掉的不是几艘军舰，而是美国孤立主义的最后一道防线。第二天，终于找到机会的罗斯福立马发表了国耻日演讲，然后国会就以388票对1票通过了对日宣战，388比1，这是个什么概念？整个美国在一夜之间从关我什么事变成了不死不休。罗斯福苦苦等了2年多的参战理由，日本人直接亲手送上了门。而更要命的是，美国这台战争机器一旦启动，释放出来的能量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。开战前，美国一年只造了几百架飞机，全面动员之后，光1944年1年就造了将近10万架。而整个二战期间，美国生产了30万架飞机，8万辆坦克，6500艘军舰。也就是说，美国一个国家的军工产能比德国、日本、意大利3家加起来再翻1倍还多。而这股力量本来是可以继续沉睡的，是日本亲手把它唤醒了。按照正常的逻辑，事情到了这一步，希特勒应该觉得天塌了，恨不得亲手对付日本才对。但他没有，反而欣喜若狂。为什么？因为德国的盟友可以说一个能打的都没有，现在终于来了个能打的。看来美国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，然后转头就和美国宣战了。至于结果，大家也都知道了。现在回到开头的问题，为什么说日本比意大利坑1万倍？因为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。
意大利的拉胯本质上是能力问题，他不是不想赢，他是真的赢不了。打仗不行，装备落后，士气低迷，但至少他没有主动去捅一个不该捅的马蜂窝。甚至可以说，德国把他踢出去，格局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。但日本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日本的问题不是能力不行，而是认不清自己的定位，在不该开战的时候开战，在不该招惹的人面前亮了刀子。而且日本这么一搞，不仅把美国拉进了战场，还从根本上改变了这场战争的性质。珍珠港事件之前，二战本质上是几场区域冲突，欧洲打欧洲的，亚洲打亚洲的，彼此之间虽有关联，但并未真正合流。珍珠港事件之后，美国同时对日宣战，对德宣战，太平洋和大西洋两个战场被彻底连为一体。从这一刻起，二战才真正变成了世界大战。日本不是给轴心国多带来了一个敌人，他是亲手把所有敌人结成了一个整体。而如果没有珍珠港事件，二战的走向会是什么样？大概率美国会继续隔岸观火，英国在欧洲独木难支，苏联在东线跟德国死磕到精疲力竭，整个战争大概率会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，而不是后来那种单方面碾压。虽然轴心国未必能赢，但绝不会输得那么快，那么彻底。甚至更讽刺的是，日本偷袭珍珠港，初衷根本不是要打赢美国，而是想吓唬美国。因为美国掐断了日本的石油供应，日本觉得资源快撑不住了，想通过一场突袭打残美国海军，逼美国坐下来谈判解除制裁。这本质上就是在做白日梦，用偷袭来吓唬一个工业产能占全球40%的超级大国，然后指望对方被吓到，乖乖跟你谈条件。但凡是个智力正常的，都不会这么干。就连山本56自己都明白，这么干就是在主动找死。但没办法，他只是个将领，阻止不了日本军部那帮赌徒的疯狂。至于结局，大家也都知道了。美国向日本投放2枚原子弹，彻底加速了日本的投降进程。